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今天加密货币市场再度全线暴跌呀！看图啊，比特币从下午的4点多开始出现跳水式的下跌，从接近4.5万的位置一路暴跌到了现在快到4.1万美金了吧？市场恐慌指数爆满呀！为什么呢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的暴跌呢？相信你看完今天的节目就会有答案了，究竟是加仓抄底还是割肉离场？那么今天的节目呀，我要给大家公布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，都是非常重要的消息。你看完了今天我要说的2条消息，就能知道你接下来究竟该怎么操作了。等一下啊，先回应一下我上期节目中说的，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我就会从转发者中抽取1名幸运儿，直接转账赠送500USDT 作为奖金，对吧？ OK， 恭喜这位台湾的网友获得了面具人赠送的$500的大奖哦。那恭喜恭喜恭喜这位观众呀，你得到了奖金以后，你想买啥买啥，买吃的也行，继续炒币也行。一会儿呢，我会把这位获奖者的地址发送到下面的留言区，你们都可以去查这个地址去验证，看看面具人我究竟有没有转这$500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的网友。我一开始以为面先知说的抽奖都是讲讲而已，因为自己没抽到嘛。结果这次竟然真的抽到了，哇，有点兴奋。那这边感谢面先知的USD， 然后让我们韭菜继续赚钱，然后唯一支持面先知，面先知真的屌，真的狂，让我们一起赚钱，谢谢，就这样。面具人都说了，看面具人节目有钱赚，这样我今天高兴再给大家搞个活动，大家可以录制有关面具人的节目影片，标题中附上面具人或者相关的话题标题，上传至 YouTube 媒体平台，然后发送链接到我的邮箱，我会把奖励加码到2000U 吧。从这个影片的制作者当中抽取1名赠送啊。同时呢，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参与抽取 XZ 植物类蛋的活动照常进行啊。你们看一看，面具人我又是送蛋又是送钱，一送就是几百美金几千美金。我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没办法，哥就是有钱，哥有钱任性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去看一看，去搜一搜，纵观币圈的博主应该是没有一个像面具人我这样又送钱又送蛋的，对吧？而且一送几百美金几千美金，而且连着都是几个月都在送。可是你们去看看那些骗子博主、画 K 线的博主，还在那可怜兮兮的赚着那个推荐码返佣呢，赚个几毛钱几块钱，或者是骗别人去爆仓挣那些亏心钱，对不对？你看面具人我搞这些事情不？对比他们，再看看我，究竟谁能挣钱，谁有实力，高下立判，对不对啊？真的是那些人啊，你们去想想嘛，真的像他们说的画 K 线画的那么准，他自己咋不去投资操作呢？还去搞什么挣那些可怜兮兮的交易返佣呢？对不对？ OK， 节目开始之前呢，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。咱们先来说坏消息吧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发文整治虚拟货币挖矿，并把虚拟货币挖矿行业呀、虚拟货币行业列为淘汰类产业。10部门啊，包括了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央网信办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工业部、信息部、公安部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银监会、保监会、证监会、外汇局，这么多的单位全部统一行动啊，真的是全军出击，重拳出击啊！而且还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人民政府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乡镇，全部都要参与打压挖矿、虚拟货币行动的活动当中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更严重的呢。看图，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，坚决依法取缔。坚决依法取缔啊！观众朋友们，听到没有？
它是怎么定义的啊？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的业务，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，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的业务，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，代币发行、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，涉嫌非法销售代币票券、擅自公开发行证券、非法经营期货业务、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，一律要严格禁止，坚决依法取缔。对于开展相关的非法金融活动的构成犯罪的人啊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听好了，是追究刑事责任哦。这个文章很长，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任何行为都是违法的，不管你是中介呀、交易呀，还是做衍生品呀、服务呀，全部都是违法的，并且呢是违反了刑法，是可以抓你坐牢的。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呀，1个小时之内，比特币就跳水了4-5千点，其他的加密货币也是全线暴跌。这其中呢，就由币安、火币、OE、Pancake 还有其他的那些交易所带头砸盘。这些交易所都是老共的产业呀，而且呢，这几个交易所他们今天的出货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。普通的散户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砸盘能力和反应速度的，能做出如此大量的出货，并且呢是紧跟这个政策的几分钟之内就做到，而且呢还能做到很多币同时的大金额大量的砸盘，只有机构甚至是国家资本才能够做得到。面具人找到了一个数据啊，你们看图就能证明了，是这些中资交易所在砸盘。看到没？短短的几个小时内，出货比例最大的排行榜前几名的都是中资的交易所，他们已经砸盘卖出了几十亿的资金了呀！你们看，币安、Bybit、火币都是我党的企业呀。说到币安、火币，大家都熟知，都知道这是中资企业。可是这个 Bybit 大家可能不熟悉啊，他的老板叫周本。你们一听这个周本2个字儿，听他的名字就知道这个人是中国人了吧？你们看看这些企业真的都是非常的有党性的呀，高度响应党中央的政策，而且呢是分分秒秒钟急速响应。哎呀，现在的这个币圈信党交易所都是党的好同志，同时呢大量的出货砸盘，配合党的政策，已经成为了币圈的普遍现象了。只要你看面具人的节目，你就能看明白这个问题啊。当然了，你们去看那些什么画 K 线的博主的节目，是看不明白这个大环境以及政治与金融之间的操作博弈的。不仅如此，大家记住了，中国持有了70%的比特币，70%以上啊！而且呢，中资交易所拥有全球至少是80%以上的加密货币用户。所以说呢，这些中资交易所呀、共产党呀，他们想带什么样的节奏就能带什么样的节奏。总之呢，看清大环境很重要。我之前说过了，币圈的竞争就是美中博弈，虚拟金融市场是可以给国家提供一个新的蓄水池和画大饼的机会，帮助政府缓解资金压力啊，消耗掉过剩的资金，让老百姓也可以做发财梦，维稳老百姓。但是中国在美国帮助澳大利亚核威慑太平洋地区以后，搞那个核潜艇合作了以后，中国这边肯定就不愿意了呀，就开始玩命的砸互联网虚拟金融的市场，把这个盘子砸到了非常低的点位。说白了，把这个盘子砸了以后，点位低了以后，就会增加美国西方的拉盘成本。现在这个进场价位这么低，你美国敢印钱，你的韭菜进场，你政府也割不到，因为这个成本太低了啊。韭菜进场了以后，反而呢，你这些西方人印的钱被韭菜拿过来啊，想要抄底儿，想要投资加密货币的这些投资者们，他们的韭菜
就会被提前筑底儿的老共给割掉。共产党打经济战是很强的，他这边呢可以无顾虑的去割韭菜，而西方不行，他要被民意监督。如果说经济搞不好的话，这些官员就会下台啊，政府呀、民众呀就会内乱。而中国这边不一样，往死的割，中国还会跪在地上感谢共产党割他一刀。好多人没被割的人还会觉得自己受屈辱了，被割光荣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仔细看看啊，美国它是想拉盘的，因为只有把这个盘子拉起来了以后，才能够去以比较高的价位吸收那些多余的资金啊，然后呢把这个资金消化掉。你们看图啊，在中共砸盘之前呢，美国就放出了推特支持比特币支付的公告，并且呢还会开发比特币打赏互动的功能。你们也都知道，推特主要是西方人在用嘛，那么推特支持比特币的支付，这就算是非常大的利好消息了，对吧？可谁知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呀。中国这边动用国家资本，直接把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比特币的大盘给你砸下去了。大家回想一下啊，本来在上个月啊，拜登政府和中国还有些缓和，互相谈判，要搞气候呀，要搞合作呀，所以呢，整个大盘都在往上涨。可是呢，从美国、英国、澳洲核潜艇事件开始啊，中国就不愿意了，就掀桌子了。为啥？因为澳洲如果有核动力的话，会对整个亚太地区、对中国的霸权造成威胁。那中国肯定不愿意嘛，所以呢，他就用自己最擅长的经济武器攻击西方的软肋。说白了，一个政府是否合法，老百姓是否支持、愿意配合这个政府，它的基础就是经济基础，对不对？你经济搞不好了，一切都是白谈，人都是现实的，人人都爱钱，你政府让我赚不到钱，我就要把你政府砸了。可是中国人不敢，也没这个机会，更没这个能力，对不对？但是西方的经济一旦动荡，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定，就会造成内斗，还会有一些更多的、更复杂的潜在症状啊。不过我面具人啊，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还是别割肉，因为中美的资本博弈，中西的资本博弈，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呢。西方也开始逐渐的都在打压币安了，严厉打击、严查币安了。而我们这些做现货的人呀，要明白，在战斗的半中央逃跑的人，就永远享受不到胜利的果实了。其实这种程度的下跌也没多可怕，尤其是对于 GameFi、DeFi 类的项目。GameFi 比如 Axie 打游戏赚 SLP，DeFi 每天给你创造这个质押挖矿的收益，这些被动收益就足以对冲下跌的亏损了。就算对冲不够，也比纯持币要伤得轻得多。在这里，面具人想给大家一些信息啊。就是现在呀，我个人觉得进场 Matic 草泥马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当然了，是个人的看法啊，并不对你们形成任何的投资建议，只是我接下来会这么操作啊。尤其是草泥马羊驼币啊，它可以挖海豹哥，而海豹哥的被动收益又非常的强。海豹哥结合 BUSD 去挖矿的话，它的这个收益也是非常强大的。面具人早期就在会员群里面推荐过海豹哥，并且呢，面具人推荐会员做的海豹哥，到现在你们去看一看，它的币价依然非常坚挺稳定。不过呢，海豹哥跌不跌已经无所谓了，我的会员早就回本了啊，他们现在是无本万利，包括 AXS、Axie 都是坚挺如柱啊，一柱擎天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的会员跟着我早期去做这个项目，早就回本了，都是无本万利的。如果你想加入面具人的会员，得到更多的消息以及操作思路的话，就请下载 Telegram， 搜索添加 Maskman118，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祝你好运，再见。